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陈牧之向来花名在外，却愿跟我结婚，从此收心。他说，结婚当然要选择像池恩这样乖巧的贤妻良母，这样一来的话，我才能在婚后肆无忌惮地玩呀。可他不知道，我骨子里叛逆得很，在婚礼当天跟别的男人私奔跑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知道陈牧之是圈子里出了名的爱玩，他桀骜不驯，性格放荡，花边消息从未间断。可就是这样一个男人，竟然会在遇见我之后甘愿收心，并主动提出要跟我结婚。其实我一直都无法理解陈牧之会在一众女友中选择我的原因，直到这天，他喝醉酒让我去接他。灯红酒绿的包厢里，他的衬衣袖子被挽起，露出他修长的手臂。他的怀里靠着一个穿着性感的红发女人，女人跟他缠绵在一起，唇齿间发出的暧昧声响，让人不禁脸红心跳。良久，他才一脸依依不舍地从女人的身上离开，而后伸出手将放在桌上的酒悉数吞入肚中。眉眼间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放荡不羁的陈家少爷。陈少，你这么爱玩，真的决定收心，跟池恩这样的乖乖女结婚过一辈子吗？陈牧之脸颊通红，模糊是情欲上头，还是他喝醉了酒？他语气慵懒地开口，你懂什么？纵然喝醉了酒，但他的话语听起来还是一副颇有自信的模样。结婚吗？当然要娶像池恩这样乖巧懂事的贤妻良母。这样一来的话，就算我以后在外面养小情人或者偷腥，他都不会敢主动跟我提分开。而这些女人只是和我无聊的时候消遣一下罢了。陈牧之说完这话，接过身边红发女人亲自为他点燃的烟，吞云吐雾，烟雾萦绕了他的整个脸庞。屋内的人闻言纷纷哄笑起来。陈牧之微微勾唇，将红发少女一把扯入怀中，大掌在她的身上游走着，去台上唱首歌助兴。可是陈少，我只想唱给你一个人听。陈牧之并没有骄纵他，而是将旁人递过来的话筒二话不说地塞到他手里。你知道的，我不喜欢不听话的女人。女人终究是听话的，站在台上开始唱歌。我在门外就这么愣神地看着包厢里面嬉笑沉迷于此的陈牧之。有人看到了我，嫂子是来接陈少回家吗？将情绪压下，我摇了摇头，不是，刚好来这找朋友而已，我就不进去了，怕打扰你们的兴致。对了，也不用告诉他我来过的事情。大概是第一次见到我态度强硬，语气冰冷。那人没有再开口说话，只是微微点了点头。毕竟在圈子里，他们清楚地明白，我池恩是一个出了名的乖乖女。所以当朋友得知我要跟陈牧之结婚的时候，并没有人让我三思，他们更多的是对我的羡慕。羡慕我竟然能够嫁给陈牧之这样一个有钱有颜的男人，羡慕我竟然能够让陈牧之为我乖乖收心。却没有人知道，原来这份专情只为了他在婚后也能够肆无忌惮地玩。我转身离开，然后直直撞上一个人，陆燕，京城陆家让人闻风丧胆的掌门人，也是传说中从不近女色的男人。他西装笔挺地站在我的面前，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总觉得他看向我的眼神略带着些许的趣味，大概是因为气不过陈牧之对我做的那些事情。身后包厢的嬉笑声源源不断地传来，耳边响起乖乖女略显嘲讽的称呼。我生平第一次带着胆子走到陆燕的面前，
踮起脚尖，一把搂住他的脖子，并将自己的唇迎了上去。陆少，要不要跟我来一夜情？陈牧之不会知道，我骨子里叛逆得很，不过就是玩，谁不会呢？一吻毕，陆燕冰冷的唇瓣没有任何的动静，她就这样睁着眼睛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。我想起她不近女色的传闻，鼓起来的勇气又要飘散了。就在我即将松开她脖颈的时候，陆燕却突然搂住我的腰，将我整个人扯入她的怀里，带着尼古丁的味道，无形中让我感到片刻的恍惚。赤恩也学着别人玩一夜情吗？他的眼神扫视着我，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对我说出这番话。中规中矩的小香裙，黑长直的头发，以及乖巧得体的淡妆，眼下我在他面前的装扮，只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圈子里面出了名的乖乖女。四目相对的瞬间，我没有错过他眼底对我的戏谑，粉唇微勾。陆少，干嘛？陆燕的吻很快就惹得我好一阵的燥热。跟陈牧之订婚后，除了他，我的身边再也没有一个如此亲近的男人。陆燕意外地带我去了他家，车子平稳地停在陆燕位于半山腰的独栋别墅。进门的时候，他从鞋柜里面掏出自己的男士拖鞋，摆在我的面前。没有专门的女士拖鞋，你凑合穿一下，果真是不近女色。而后，他一言不发地牵着我的手，带我直接去了浴室，并让我好好洗干净。洗漱完毕出来后，我这才发现卧室的茶几上摆着一杯颜色诱人的红酒。我极少碰酒，但今天我准备好好的放肆一回。一瓶红酒下肚，我的脸色很快通红一片，叛逆的性子随着酒精从我的体内释放。我就这么带着胆子，张开双腿，坐在了身旁陆燕的大腿上。陆燕被我推倒在床上，她的睡袍被我扒开。陆燕，听说你不近女色，圈子里都传言你是不是那方面不行？不然的话，怎么会有人能够耐得住性欲，这样久都不做呢？酒精上头，大脑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。但凡我清醒一点，就能看到此刻躺在床上的陆燕，脸色难看要命，颇有一种想要当场把我丢出去的想法。然而现在，他却只能忍着性子，伸出手试图想要来阻拦我这个酒鬼扒他衣服的动作，却在下一秒被我怒视着狠狠拍开。说好了一夜情，陆燕，你拦我干嘛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可是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的。此话一出，他倒是很乖巧的，直接大手一摊躺在床上，任由我为所欲为。浴袍被我无情地丢在地板上，陆燕的8块腹肌展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没忍住，很没出息地咽了口水。她的皮肤呈现小麦色健康的肤色，肌肉的线条紧致有弹性，宽肩窄背，黄金身材。倒三角说的就是她吧。我伸出手，用手缓缓地抚摸上去，性欲上头，这样简单的抚摸根本就无法满足我的欲望。我开始逐渐往下移，突然间，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声音略带着些许的沙哑：你想清楚了，我想要的可不仅仅只是一夜情，一旦你跟我上床，你就彻底回不了头了。陆少这是在为自己找借口吗？还是说，陆少，你是真的那方面不行？我双眼迷离，看着眼前俊朗的男人，满脑子都是想要调戏他的想法。而后，我挥开他的手，俯身在他的耳边吹气，并说了无比暧昧的话语：陆少，要是怕的话，不妨直说，我不会把你的这个秘密说出去的。陆燕突然就笑了出来，笑声爽朗，直达眼底。陆燕在外向来都是冰冷一张脸，甚至有人都怀疑这人是不是不会笑，却没想到原来他笑起来竟然会这样好看。
落在脸颊的酒窝，好看的简直就是惹人犯罪，搞得我心跳都莫名漏了一拍。而后，我听到他略显愉悦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“池恩，你可千万别后悔。”他说完这话后，在我大脑还没来得及反应之际，整个人就这样被他打横抱了起来，一阵天旋地覆。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他整个人已然将我紧紧笼罩，手臂被他举到头顶，十指相扣，他的脸庞凑到我的面前，带着薄荷香味的吻果断落在我的唇上。池恩，等会儿我就让你亲自好好的感受一下，我到底行不行？陈木之离开酒吧回家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2点。他拿起手机，微信上面池恩告诉他自己临时有事没办法过来接他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任何的消息，自然也没有一通电话。他想起自己快要结婚了，今天想要好好的放纵一下自己。他喝醉酒给他打电话的那一刻，是真的很想他。可挂断电话的一瞬间，当性感的女人出现在他的怀里时，那股子对他的想念竟这样被他抛弃到脑后。他想，池恩的动作一向慢吞吞，想来也不会这么快就到酒吧的。池恩是圈子里面出了名的乖乖女，跟他说话的时候向来都是轻声细语，从来都没有对他发过脾气，更没有对他甩过脸色。他一向对他很好，也满心眼的都只有他一个人。他回想起当初第一次见到池恩的时候，是在池家的晚宴上，穿着晚礼服的池恩坐在那边安静优雅地弹着钢琴，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。可他却仿佛没有察觉到一般，那样专注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可就是他身上的这股子清冷高贵，却深深地吸引了他。也是在那个瞬间，他脑子里冒出来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想要把她娶回家，让她成为那个配得上她身份尊贵的陈太太。司机开车带她回到婚房的时候，别墅黑暗一片，没有一点光亮。陈木之微微蹙眉，他推开别墅的大门，门口的女士拖鞋端正地摆放在那里。他在玄关处换好拖鞋后，径直走到了2楼主卧，推开主卧的门，打开灯，里面空无一人，唯有暖黄色的灯光照在床头柜的婚纱照上。池恩还没有回来，意识到这点后，陈木之酒劲儿清醒了不少。他将2楼的房间悉数推开，一个个查看，又跑到3楼，却发现都没有池恩的身影。最后，他掏出手机拨通了池恩的电话，可却提示关机。陈木之第一次感觉到一种找不到人的烦躁，他丢下手机，扯开领带，转身去了浴室，准备好好的洗漱一下。池恩不是3岁小孩子了，说不定他是真的有事情，所以才会这么晚还没有回来。这样一想，陈木之突然就放心了。然而，站在浴室里，一股酒醉的头痛感迎面而来。他突然想到，如果池恩在的话，他肯定会温柔地给他按摩太阳穴，给他煮醒酒汤。可这么多次他醉酒，这是他第一次不在他的身边。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2天中午，卧室里面一片安静。陆燕不知道去了哪里，正想起床，身体就像是被碾压了一般，腰酸背痛，连带着大腿根部都有些微微颤抖。我强忍着不是起床，然而位于半山腰的别墅风景是真的不错，窗帘拉开后就能俯视整座城市的美貌。不远处的江景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出异常的光芒，投射到眼底，让人瞬间感觉到了大自然带来的稀缺风景。也难怪这里寸金寸土，但最吸引我眼球的却还是站在花园里面正在浇水的陆燕。她穿着一身纯色的居家服，手臂的肌肉线条那样紧实流畅，
让我不自觉地想到了昨晚他紧紧搂着我的画面，令人那样羞涩。我被他折磨得欲仙欲死，连带着手指都没有一点力气，可他却还是不肯放过我，还俯身在我的耳边一个劲地开口问我：池恩，我行吗？池恩，你喜不喜欢？联想到这些的时候，我的脸颊一片通红，正想去浴室好好洗个脸清醒一下的时候，站在花园里面正在浇水的陆燕却突然停了动作，并且颇有灵犀地转身看向我，四目相对。我只觉得自己的脸更烫了。就在我后退几步准备回卧室的时候，他却突然出声叫住我：池恩。阳光下，他扬起唇角，诱惑人心的笑容毫不吝啬地展示在我的面前。昨晚睡得好吗？我瞪了他一眼，转身进了房间。洗漱好下楼的时候，陆燕已经在餐桌边等着我了。她拉着我的手，带我坐在她的对面。餐桌上满满当当都是我喜欢吃的早餐，但眼下我并没有太大的胃口。毕竟1周后，我跟陈牧之的婚礼就要如期而至了。池家已经收了陈家的聘礼，那是一笔不小的金额。更不用说池家的生意这些年也多亏陈家的帮助才能风生水起，所以说不定陈牧之就是拿准了这点，才会将我骗得这样团团转，也会这样认为，就算他婚内出轨，我也没办法跟他离婚。毕竟我需要他，远远大于他需要我。见我胃口不好的样子，陆燕放下手里的刀叉，开口问我：没胃口？如果不喜欢的话，我带你去私人餐厅吃。我摇了摇头，告诉他跟食物没有任何的关系。陆燕，你也知道，1周后就是我跟陈牧之的婚礼了。在听到这话后，他的眉头微微蹙起，语气冰冷地开口问我：池恩，你就这么喜欢他？喜欢，也许从前是真的喜欢过，但从昨天晚上我亲自听他说出那番话的时候，那份曾经对他的喜欢，只怕早就已经消失殆尽了。他这样肆无忌惮的消耗跟欺骗我的爱意，难道还妄想再得到我的爱吗？我看着坐在我面前的陆燕，一个大胆的想法从内心深处翻涌而起。陆燕，帮我个忙吧，接下去的几天，我过着无比自由的生活。陆燕为了我推掉一部分的公事，全身心地陪我度过结婚前的最后自由日。她用私人飞机带我去看花海，她带着我乘坐热气球，只会让我看到全世界最美的夜景。她也会带着我去山顶，看我从来没见过的星星。她带着我体验了那个乖乖女池恩想做却从来都不敢做的疯狂事情。而那个时候的我并不知道，在我这样疯狂发泄自己情绪，享受自由带来的快乐时，我的未婚夫陈牧之会因为我的失联而感到焦躁不安。陈牧之最后一次给我打电话过来的时候，依旧是关机。他气得直接拿起手机跟车钥匙夺门离开，并叫了一堆朋友一起出门喝酒，这其中也包括了那天唱歌的红发女人徐玄月。原本那天她唱到中途，陈牧之匆匆离开，他以为他不会再跟他有任何联系，却不想这天却突然意外地接到了他的电话。挂断电话后，徐玄月的心里有了一个算盘，他清楚地知道陈牧之的背景身份，自然也知道在上流圈子里母凭子贵是很重要的，所以那天他出门应邀前，特地拿了好几个做过手脚的避孕套。包厢里面，陈牧之见到他，拍拍身边的位置，示意他坐下来。他自然没有矫情。酒过3巡，徐玄月发现陈牧之今天的情绪好像并不高，甚至还总是有意无意地看着自己的手机。直到身边的朋友开口：陈少，你跟池恩没有吵架吧？
陈木之的余光淡淡地落在朋友的脸上，不明白他怎么突然说出这样的问题来。更重要的是，池恩这样的乖乖女，怎么可能会跟他吵架呢？朋友闻言，这才松了口气，没事就好。那天池恩过来接你，看到你跟人家小姑娘玩，气得偷偷抹眼泪。我还以为你回去后，他指不定会质问你呢。没想到他脾气是真的好啊，这都没有跟你闹。正在喝酒的陈木之微微一愣，放下手里的酒杯，一脸认真地转头质问他：那天池恩来过这里？朋友点了点头，说自己出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，就看到池恩站在门口，眼眶微红的样子，看来是哭过了。听到这些话后，陈木之阴郁的心情瞬间消散不少。怪不得这些天电话都打不通，原来是生气了呀。他微微勾唇笑了起来，连带着看徐玄月都变得顺眼不少。一杯酒下肚之后，他搂着徐玄月就上楼开房间。昏暗的房间里面，他将女人压在身下，狠狠欺负。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见面。徐玄月扭动的动作微微一愣，开口问他为什么是最后一次。因为我过几天就要结婚了，以后只有我老婆一个人。陈木之跟徐玄月你侬我侬的时候，我依偎在陆燕的怀里，感受着她对我的爱意。陆燕很喜欢站在最高处，她的房子无一例外都是整座城市最繁华最高的地段，硕大的落地窗前，我们静静依偎，尼古丁混杂着红酒的味道让我沉迷。那个乖乖女池恩早就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不见，然而陆燕并不在意这些，她温热的吻一个又一个地落在我的身上，她的动作很快。我想起圈子里说她哪方面不行，只觉得这话简直就是谣言，甚至害人不浅。完事后，我整个人就这样软绵绵地趴在他的怀里，感受着他激烈有力的心跳声。见我如此，陆燕垂眸轻笑了一声：不是说我不行吗？怎么现在反而自己不行了？我累得浑身上下就像是散架了一样，根本没有力气说话。但我知道，我喜欢陆燕带给我的快感跟疯狂，更依赖他对我的那份偏爱跟温柔。我想起从前我们不过是泛泛之交，跟他见面也不过是在一些商业宴会上。那时的他总是一副拒人千里之外，又唯我独强的感觉。可真正的了解到他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他的内心竟然是这样温柔的一个男人。他可以对任何人都冰冷，却唯独将这份温暖单独交给了我，而这是陈木之所无法做到的。萦绕在我们之间的温度逐渐上升，我主动伸出手搂住他的脖子，将自己再一次的交给他。而后，我们在这短暂的爱情里等待着时间的流逝，等待着明天的到来。得知我回了池家之后，陈木之匆匆赶到我的面前，他的身上带着徐玄月淡淡的香水味，领口处还有些若有似无的口红，眼底的青涩无声彰显着他这些天玩得有多么开心。见到我，他连忙走过来，坐到我的身边，用着极其深情的模样看着我，就仿佛他真的有那么爱我。池恩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这些天我很想你。池恩，明天就是我们的婚礼了，以后你就是我老婆了，以后我们可以一辈子在一起了，开心吗？他笑得一脸坦然，眼神落在我的身上，那样的专一深情。可如果他真的这么爱我，又怎么能跟别的女人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床呢？我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，不明白我们之间为什么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。明明当初我也是真的喜欢过他的，曾经沉迷在他对我的那份温柔，却不知道原来那不过都是他对我的假面跟伪装出来的爱意，到头来就是为了利用我对他的那份爱，
来满足他自己可耻的欲望，不想再去回想那些曾经痛苦的以往。我不动声色地将手从他的掌心里面抽出来。你先回去吧，按照规矩，今晚我要住在娘家。他点点头，而后在我的脸颊落下一个温热又让人作呕的吻。他起身后，就这样极其不舍地一步三回头，仿佛他是这个世上那样深情的丈夫。我看着他的车子缓缓驶出池家，伸出手狠狠地搓掉脸颊的吻。陈牧之，你真是会演戏，在我的面前演出这样深情的模样，很累吧？不过很快你就可以卸下你的假面了。就在我回房后，手机突然传来叮咚一声短信提示音，短信里是一根验孕棒，2条杠这样清晰地映入我的眼帘。我没忍住，就这样冲到卫生间，开始干呕起来，而后打开水龙头，用力地搓揉方才被他触碰过的脸颊。池小姐，你是个聪明人，眼下我已经有了陈牧之的孩子，你觉得你还能嫁给他，成为陈太太吗？但凡你识趣点，就应该知道，他心里爱的那个人其实从来都不是你，不然的话，他为什么会如此眷恋我的身体呢？我颤抖着双手将手机关机，不想再看那些恶心的话语跟照片污染我的眼睛。婚礼当天，我很早就醒来，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天还没亮。看着窗外的景色，我突然想起跟陆燕在一起的那段日子，那样自由，也让我感到那样开心。我看着挂在衣柜里面熨烫整齐的婚纱，对我来说，那并不是幸福，而是困住我的万重枷锁。看着手机里面的那张照片，我决定这一次，我想要真正的为自己而活。所有的一切都装扮完成之后，距离婚礼只有10分钟了。我伸出手，摘掉了头纱，露出我姣好平滑的后背，以及那些暧昧不已的吻痕。化妆师见状，笑着对我说，想要帮我用粉底液遮掩一下脖颈的吻痕。我却微微摇了摇头，表示不用。看来你跟陈先生真是恩爱呢。我笑了笑，却没有回应他的话。身旁的伴娘将捧花递给我，示意我到时间出场了。我抱着花束，缓缓起身。这场商业联姻，开心的人从头到尾都不是我。酒店宴会厅的大门缓缓打开，陈牧之站在舞台中央，穿着燕尾服的他，看上去衣冠楚楚，一点也看不出来背地里竟然会是这样禽兽不如的一个畜生。随着新娘进场这4个字，我踩着高跟鞋，在他的注视中缓缓地朝着他一步一步地走过去。这样的场面就好像回到了当初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天，他也是这样，就像是我的太阳一般，站在我的面前，照亮了我的整个世界，并主动对我伸出手，询问我需不需要帮忙。那时的他是那样的温柔美好，那时的我是那样的单纯懵懂。可我们彼此大概都没有想过，不过是几年的光阴，我们之间的距离竟然会这样远，远到彼此之间再也难以靠近。池恩，他轻声唤我的名字，将呆愣的我思绪逐渐回笼。陈牧之已经走到我的面前，然而视线却在接触到我脖颈的吻痕时猛然一滞。那样鲜红的吻痕，那样暧昧的场面，我想他应该比我更懂吧。而他自然也清楚地知道，这段时间他根本就没有碰过我。挂在他嘴角的微笑就这样在瞬间消散，他的眼眶猩红，带着一股狂风暴雨的压抑，连带着他摊在我面前的手都开始止不住的微微颤抖。但就算是这样，他还是不忍对我大声发火，而是努力又拼命地压抑着自己的情绪，询问我，池恩，这是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失联的这些天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跟谁去鬼混了？
还是你用这样的方式来刺激报复我？”越说下去，他的声音就开始愈加控制不住的微微颤抖，而后他握住我的肩膀，那样用力，像是要当场捏碎我一样。看到他这样激烈的反应，我却忍不住轻笑了一声。陈牧之，你激动什么呢？这难道不是跟你学的吗？背着我偷情的滋味很刺激吧？利用我来遮掩你的欲望很爽吧？看我这样乖巧不敢反驳你的样子，感觉我很愚蠢吧？在他愈加苍白的脸色中，我将手里的捧花狠狠地砸在他的脸上。陈牧之，谁给你的勇气，让你这样一次次地欺骗我，把我当成小丑？又是谁告诉你，我就一定会逆来顺受，不敢跟你分手？宴会厅的来宾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鸦雀无声，周围安静一片，两家父母面面相觑，都不明白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片刻的沉默后，陈牧之终于开口，告诉我，这一切都是误会，他都可以跟我解释的。那么孩子也会所谓的误会吗？话音刚落，宴会厅的大门再次被打开，挺着肚子的徐玄月就这样出现在众人跟陈牧之的面前。在陈牧之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一切由来的时候，我扬起手，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，而后又对着他另一侧脸又是一巴掌。这两巴掌，一次是他辜负我的真心，一次是因为他利用我。清脆的巴掌声让宴会厅顿时陷入死一般的沉寂。沉寂之后，是周围开始逐渐沸腾的声音。我将手里的戒指丢在他的脸上。陈牧之，我不跟你结婚了，而这就是我做的决定。我踢掉脚上的高跟鞋，光脚朝着门跑去。我的余光自然看到了陈家众人落在我身上那精彩的表情。不过这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这一刻我是自由的。我没有理会身后父亲的嘶吼声。从我做出这个决定开始，我就不会后悔。永不。我跑出酒店大门的时候，陆燕已经在门外等着我，而这就是那天我让他帮忙的事情。我告诉他，陆燕，帮我一个忙吧，跟我结婚。我要让陈牧之也好好的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背叛的滋味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陆燕竟然真的答应了。加长林肯的车门打开，我弯腰坐了进去。他带着我行驶到这座城市的最高处，带我看天窗外漫天的星空，带我听月光下虫子的叫喊声，带着我跳着爱的华尔兹。迟恩，婚纱已经被他扯坏，丢在外面。他用西装将我小心翼翼地搂在怀里。运动过后的陆燕喊我名字的时候，总是带着一丝另类的性感。我淡淡地应了一声，在得到我的应答后，他在我的脸颊处落下一个疼惜的吻。他说，他昨天晚上是第一次失眠，一想到我要跟别人结婚的场面，他就睡不着觉，恨不得去池家把我带出来，然后好好的藏起来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将我抱得很紧，就好像害怕如果一旦松手，我就会离开他的身边。以后不要离开我的身边。我笑了一下，一直跟我待在一起，不会觉得很腻吗？他说不会。接下来的余生，他想要好好跟我在一起。好，陆燕，接下来就让我们彼此好好相爱吧。得知我跟陆燕在一起那天，陈牧之开始疯狂地在生意上打压陆家。不仅如此，陈牧之甚至还在商圈里发出绯闻，说我并非自愿跟陆燕在一起，而是因为有把柄在他的手里，不得已才会答应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流言蜚语，风生水起，外界对陆家的影响很差，导致陆氏集团的股票发生了不少的动荡，而陆燕却一脸淡定，没有丝毫因此而影响到情绪，甚至很是高兴地跟我一起商讨婚纱以及结婚场地。如果是以前的我，
肯定会跟他说，让我去澄清这一切。毕竟一个人的名声是那么的重要。可现在我却只觉得那些不过都是莫须有的东西。如果一个人内在是腐败的，表面伪装的再好，又有什么用呢？陈牧之的这些动作，终究不过是以卵击石。陆家家大业大，对付他的这些小动作，不过绰绰有余。半个月后，我跟陆燕的婚讯出来，陈牧之过来找我了。他喝得烂醉如泥，狼狈的一点也不像昔日那样光芒四射的陈少爷。他跪在我的面前，一遍又一遍地质问我，为什么要选择跟他结婚？明明我们之间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人，明明我是这么的爱他。看着他一脸懊悔的样子，我不过勾唇一笑。原来他也知道我是这么的爱他，可既然他这么清楚的知道，又为什么要这样一次次的消耗我对他的爱意呢？甚至打着跟我结婚的名义，却在背地里做出这样恶心人的事情。池恩，那些都不过是玩笑而已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在意呢？我可以跟你发誓的，今后跟你结婚，我肯定不会再这样花天酒地。池恩，你再相信我一次，好不好？陆燕虽然表面不近女色，可她背地是个怎么样恶心的人，你根本就不了解。跟他结婚，吃亏的那个人只会是你啊！我轻笑了一下，会有你恶心吗？你表面装的对我这样专情，可背着我却搞大女生的肚子。陈牧之，你才是那个真正让我感觉到恶心的人，知道吗？身后别墅门从里面打开，陆燕走了出来，亲昵地搂着我的腰。吃饭了，少跟烂人交流，影响你跟宝宝的食欲就不好了。我点点头，不再理会陈牧之，转身离开，独留他一人在花园嘶吼发疯。1年后，我生下一对龙凤胎。为了奖励我，陆燕将他名下5%的股份转移到我的身上，并扬言以后他的就是我的。而陈牧之据说虽然跟徐玄月奉子成婚了，但是却天天酗酒，甚至还埋怨就是因为徐玄月，他才会跟我落得这样的下场。于是在一次喝醉酒后殴打徐玄月，导致他流产。听到这些事情后，我不过淡然一笑，往事已成云烟，他失去了我，是他的不值，纵然他再怎么后悔，不过都是无济于事罢了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拿着周怀的手机和他妈视频时，上方弹出了一条消息：周总，我发烧了，明天请假1天。我翻上去的时候，手滑点了进去，接着又弹出一个可怜巴巴的猫咪表情。我的视线静静停留在上一条周怀给他发的那个表情包上。那一刻，我突然平静地想离婚。如果不是看到周怀和秦年的聊天记录，我不会知道原来他也有幼稚的一面，起码和我从未如此。他和我聊天，只有在公式化不过的好的简短而礼貌，透着冰冷。发给他的是一双手捧着柴犬捏狗耳朵的动态表情包，带着宠溺。视频结束后，我愣了很久，心里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，就像一根针刺入心里。一开始没有感觉，逐渐密密麻麻的疼，直到牵扯的整颗心都疼。尽管理智让我放下手机，但还是控制不住继续网上看他们的聊天记录。2个人从一开始的公式化回复，到聊工作以外的事，最后玩笑打趣，甚至聊到深夜。我的丈夫就像在谈一场恋爱。秦年很喜欢发表情包，几乎每一句话下面必带一个各种搞怪可爱猫狗。我以前也很喜欢发这些，上面还有周怀发给他的猫咪眨眼，眨出一颗粉红色小爱心，我自己做的。曾经给他发过最多的一个表情包。看到这，我如坠冰窖，
觉得整个房间满满的窒息感，透不过气来。以前我因为他和我聊天过于僵硬直男而冲他发脾气，他有些无奈地看着我：小雅，我们认识几年了，你知道我一向不喜欢发这些花里胡哨的。我当即安慰自己，没关系，我拿着他手机放到表情包收藏里不就好了。猫咪眨出小爱心，就是我替他添加的，希望我在给他发的时候他也能回一个给我，但他一次也没发过给我。原来不是不发，只是聊天对象不一样而已。和我妈聊完了，周怀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我压住心底的酸涩，认真说道：周怀，我们离婚吧。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。说出来以后，我竟觉得松了一口气。他的神情微微一顿，随即皱眉：你有病吧？我不就让你接一下我妈的视频，你就要和我离婚？他都顺着你的意搬出去一个人住了，你还要怎样？他满脸的不耐烦，让我的心彻底沉底。和他新婚第2天，婆婆住进了我们的新房，美其名曰怕我们小2口年轻，不懂得照顾自己，想帮衬一把，实际上所有的事指挥我做，做了他还不满意，阴阳怪气地嫌弃我。我小心翼翼告诉周怀，他只是一句：我妈就是嘴硬，她也是为你好，除了工作以外，我忙里忙外。婆婆却还是乐此不疲地破坏我和周怀之间的夫妻感情。她搬走之前，自编自导了一场大戏，明里暗里说我赶走她，明明就是她女儿生孩子，她急着去伺候。她以为我不知道，实际上家里的监控记录得清清楚楚。周怀回家之前，他还春风满面地打电话：还是女儿你厉害，才结婚1年就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外孙，你别让你婆婆带，我来帮你带。她要是带，你们住在一起容易产生婆媳矛盾，到时候请神容易送神难。下一秒听到钥匙开锁的声音，他立马眼眶一红，开始叠衣服。周怀是个孝顺孩子，当即问他怎么了，他欲言又止，眼泪说掉就掉：没什么，妈怕打扰你们小2口生活，我还是回去吧。是不是陈雅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你别怪他，他可能不是赶我走的意思，也许妈理解错了。第2天我出差到家，周怀对我横眉冷对：陈雅，你是不是人？我妈好心过来帮我们忙，你不但不领情，还要赶她走。我一脸懵，今天我妈就走了，你满意了？结婚之前，我怎么没看出来你是这样的人？我就算再傻，也知道婆婆又背着我无中生有。周怀没给我解释的机会，拎着婆婆的行李箱摔门而出。我打开监控，才明白来龙去脉。后来我把监控甩给他，看着他的脸色由白变红，他理直气壮，反手把锅甩给我：你果然是对我妈有意见，竟然偷偷查监控，难怪他老说你不喜欢他，装睡的人你永远叫不醒。3年下来，他总是想让我多和他妈相处，去讨好他妈。这件事就算接过去了，就像他妈打视频，明明是想看他这个儿子，他敷衍2句就把手机丢给我，任凭我俩大眼瞪小眼尬聊结束通话。我打断他：不是因为妈，秦年跟你什么关系？周怀从我手里夺过他的手机，不耐烦道：你能不能别瞎想，就是普通的同事，下次不要莫名其妙翻我手机，夫妻之间也需要有隐私。我注意到他紧张地点进去看他发来的消息。我说我要离婚，我再次提醒他，他开始烦躁：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最近公司本来就忙，没空哄你。然后拿了一包烟去了阳台。我看到他边抽烟边低头看手机，手在打字，嘴角勾起的笑预示着他此刻心情又好了。
一股寒意顺着脚底往上升。我再也欺骗不了自己，我结婚3年的丈夫移情别恋了。他抽烟的功夫，我已经拎着包穿上鞋子准备出去。开门的声音让他侧过头来。大晚上的，你去哪儿？我去酒店住。哪天你不忙了，我们商量离婚的事。他掐灭烟，朝我走过来，言语冰冷。不知道你今晚做什么做？下属生病，和我请假而已，能不能不要没事找事？我紧紧盯着他。周怀，你和我谈恋爱时说自己不会聊天，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和一个普通同事发消息，却能发了一个又一个表情包吗？你公司没有人事，还是说他一个小员工请假需要你总经理批准？她就是一个小姑娘，我们都结婚几年，老夫老妻了，有必要用这种幼稚的方式聊天？他愣住。哦，你就因为这个和我闹离婚？对，你敢保证你心里对他没有任何想法？他像是被我戳穿心里隐秘的秘密，恼羞成怒。你现在真的是有病，离婚是吧？行，你手机上预约吧。我在附近随意找了一家酒店，可能房间里有点味，我觉得隐隐想吐，脑海里一瞬间闪过什么，手不自觉地摸向小腹，好像该来的，有近2个月没来了。我带着慌乱下楼，需要买验孕棒验一下，真是孽缘。我一进去就看到了周怀，他也看到了我，讥讽道：你跟踪我，有必要这样疑神疑鬼吗？你这样真的让我觉得很窒息。我扫过他手里拿着的感冒退烧药，冷笑道：别给自己脸上贴金，你以为我跟你一样悠闲，大晚上给心上人献殷勤？周怀身体一僵，下意识把药放背后，收起你脑子里那些废料，别把我想的那么龌龊。我懒得跟他再掰扯，掉头换一家药店。我看到2条杠时，心里说不出什么感觉。这个孩子来的时机不对。手机响了，是秦年，他发来了一张图片和消息，周怀和他亲吻的照片。周哥说，这样我就能把病气传染给他了。不到2分钟，他撤回了消息。绿茶小三的常用套路，但我早已录屏。民政局门口，周怀好心赏我最后一次机会。陈雅，我们谈了4年，结婚3年，你真的要跟我闹到离婚的地步？昨天你心情不好，我可以理解，但是我不希望下次你还因为一点小事跟我闹脾气。7年时间很久，我深呼吸一口气，给他2个选择。那你要么把秦年联系方式都删掉，要么打电话让他主动离职。周怀的脸刷就黑了。这时候了，你还在无理取闹？你有什么权利决定人家工作的去留？他刚大学毕业，找工作不容易，我让他走，总要有理由吧？我直视他，破坏别人家庭的理由够不够？人品低劣的理由够不够？周怀一顿，那张铁青的脸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。结婚那么久，我好像才认识你。陈雅，你心思太阴暗了，随随便便抹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女孩。我明确告诉你，我和她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事。你确定你了解她？废话，她就是刚入社会的小姑娘，你老盯着她干什么？吃醋也要有个度。我的心早已麻木，早该认清这个男人才对。他身体没完全出轨，精神已经出轨了。我居然还对他抱有期望，忍不住冷脸打断他：走吧，别废话了。他暴怒：离就离，没有谁离了谁不能活。离婚需要等待1个月冷静期，婚后财产1人1半，房子车子是他婚前的。我把行李打包回了家，我爸我妈什么也没问，估计早就料到这样的结局了吧。说起来是我自己恋爱脑自作自受。现在回想结婚这3年，多少次他仗着我爱他就肆无忌惮地无视我，冷暴力我。他知道只要他一冷脸，
我就会乖乖自己反思，然后再去哄他。活该。周怀是我大学里认识的，他是隔壁班的入学分数的最后一名，我是我们班的第1名。计算机课是2个班一起上的，并且按照学号做的，我俩一头一尾，成了同桌。他很高冷，外貌也是我喜欢的那一挂。打听到他没有女朋友后，我开始倒追他，半年了，没任何进展。有一次，我发烧趴在桌子上没精神，他突然摸了摸我的脑袋。等我睡醒，桌上是一盒退烧药。那一刻，我觉得功夫没有白费，他居然主动关心我，于是我更卖力了。现在想想，当初的我跟舔狗没什么区别。那天以后，他不再拒绝我，无声无息地靠近，我俩关系越来越紧密。我甚至借着同桌的机会偷偷牵他的手。下课后，我开玩笑问他能不能做我男朋友。其实我当时心跳得飞快，害怕听到的是拒绝。他只是认真看着我，我以为我们已经在谈恋爱了。就这样，我俩一冷一热，竟然还坚持到了结婚。婚后，我为了他学做菜，练就了一手好厨艺，为他做以前我几乎没怎么做过的家务，按照他妈的要求，一点一滴做到完美。即使脚踝骨折，我都撑着拐杖给他做早晚餐，因为他吃外卖的那几天看着瘦了一点。周怀现在挑食，估计大部分原因是我纵容的吧。半年前，手机收到好友申请，是秦年，他从未发过消息给我，我也就没放心上。直到我从他公开的朋友圈一次又一次看到周怀的身影，集体照到双人合照，他原来也会笑得这样开心啊，原来也会不在意别人把蛋糕抹在他脸上。我像是重新认识他一样，看着他为了另一个女人打破他所谓的原则。这半年，多少次我深夜哭湿了枕面，胡思乱想的整夜睡不着。我想问周怀，但他总是冷着脸，一副完全不想跟我沟通的样子。我退缩了，又能问出什么？那只是再正常不过的公司聚餐照片。难道我要质问他为什么跟别人笑得那么灿烂吗？当初本来就是我倒追他的，不是吗？他给齐年发的表情包，只不过是我积攒了无数次失望下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现在已经提交离婚申请，我觉得堵在胸口的那块大石头被移开了。孩子我没有想好去留，准备先去医院检查一下。有时候越不想见到谁就越能碰见。我在医院撞见周怀和秦年，和照片里一样，是个年轻有活力的女孩。她正揽着周怀的胳膊，两个人有说有笑，画面看起来还挺登对，莫名看着刺目。我拿出口罩，拐弯去了妇科。陈小姐，孩子2个月，还没有胎心，建议再观察2周后来检查，如果还是没有，有可能是胚胎停止发育。我直接预约了手术，以后不想再和他有任何交集。没想到刚出医院，那2人站在门口等我。周总，我就说我刚才看到老板娘了，我没看错吧？秦年撅着嘴，一脸求表扬的神情。是，还是你眼神好？周怀有些无奈，转头又面无表情问我：“你身体怎么了？和你有关系？”周总，老板娘是不是因为我和你吵架了？对不起，我不该占用你的私人时间，我先回家了。秦年善解人意地插嘴，演技真好。周怀拦下他，把手里的药放到他手里，口吻温和：“你先回去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”我掉头就走，谁要看他们玩这种爱情游戏？下一秒，周怀抓住我的手腕：“你给我说清楚，你来医院做什么？”我皱了皱眉，甩开他的手：“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没必要什么事都告诉你。你好好谈你的恋爱，不要吃着锅里的看着碗里的。”
周怀眉头紧皱，眼神直直地盯着我。陈雅，是不是我只要和个女的离得近一点，你就觉得我背叛了你？我都已经解释过了，你还要怎样？承认自己移情别恋出轨有这么难吗？我住酒店那晚，你没去找他，没和他接吻，我直接撕破他的最后一层伪装。他有点慌，那都是误会，你也闹好几天了，我跟你道歉还不行吗？看着他施舍一样的僵硬的神情，我突然笑了。误会？那你说一说什么样的误会，让你一个有老婆的男人会在深夜独自前往一个单身女人家里，并且还接吻拍了照，你就没有错吗？他突然问我，我一愣，感觉自己听错了。他继续说，我为什么和别人聊天？你没有错吗？你天天在家里丧着一张脸，回去你不是和我吐槽我妈我姐，就是给我传播负能量。我也是人，我会累，你为什么不能像秦年一样元气满满？我上前一步，你的意思是我按着你的头婚内亲别人了？难道不是你天天回来摆着一张臭脸？你忘了一开始我笑嘻嘻哄你，是你指着我鼻子讽刺我不体谅你工作辛苦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哈，我跟你告状是吧？你妈你姐怎么对我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嗓音越来越大，周围不少人看着我们。周怀皱着眉头，我们回去说，他最在意他那可笑的尊严和脸面了。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对我俩议论纷纷。他红着脸想拉走我，我再也控制不住心里压抑了很久的情绪，冲他吼道，回去你妹！我俩结婚才1个礼拜，你妈就在家里扇了我一巴掌，因为我衣服忘记晾了，你当时都没听我说完，就怪我为什么不晾衣服。我是什么？一件错事都不能做。你姐呢？怀孕的时候3天2头来家里点菜，连我生病都不放过我。你怎么说的？让我不要跟一个孕妇计较。你妈你姐干的这些破事，我跟你说过几次？你摸着你的良心好好想清楚。我跟你埋怨过几次？就说过这2次，你就记在心里。离婚了，你还要提？谁不想每天快快乐乐的生活？谁不想每天正能量满满？我瞎了眼，当初才和你结婚，谁嫁进你家那才是倒了8辈子霉。周怀从来没看过一向脾气好的我竟然也会发飙。他震惊地后退了几步，嘴巴蠕动了几下，最终说了一句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但我不会离婚的。你先在你爸你妈家冷静几天，我们再谈。之后的几天，周怀每天都会给我发消息，夹杂着表情包的那种，我直接拉黑。他又换了新的号码给我打，电话里他的嗓音低沉，老婆，我生病了，你能不能来看看我？这几天我好想你。不必，既然要离婚，那就彻底一点。老婆，我难受死了，我想吃你做的排骨粥。我知道你不是真想和我离婚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想跟你离婚，那天是我的气话，是真的。我打断他，拉黑了这个号码。然而只清静了没多久，他妈给我打来电话，带着质问的语气，小雅，你最近在忙什么？女人结了婚就该顾家，你老公都生病了，你还有心思工作？你看你现在孩子也不生，家庭也照顾不好。阿姨，我和周怀正在办理手续，要不你去找他的新欢伺候他？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？离婚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们做长辈的商量。我儿子我最了解，他不可能做错事，肯定是你贴他贴得太紧，他觉得累。阿姨，没什么重要的事，我挂了，再见。懒得听他絮絮叨叨，拉黑全套。我以为能安稳地度过这1个月。这天，我正准备去医院做人流手术，一打开家门，周怀他妈和他姐抱着他儿子站在门口，双方坐在客厅。孩子一落地就窜到屋里，
我喊他出来，他姐讽刺道：“他就是一个孩子，你还跟他计较？”沉默。亲家，你们女儿跟我儿子闹离婚，你们知道吗？周怀他妈先打破僵局，知道孩子们的事，他们自己决定就好。小两口婚后吵吵闹闹很正常，小怀也没犯什么错。我听说是因为什么表情包，这也太随意了，一点小事就离婚。婚姻是游戏吗？说结束就结束。他姐嗤笑出声，我轻笑：“阿姨，如果出轨都不算错误的话，你能原谅你女婿出轨吗？”周怀他姐像猫炸毛一样怒道：“算哪门子的出轨？不就和其他女人聊个天？你是不是该从自己身上找问题？有时候男人不能盯得太紧，你别忘了，当初是你死乞白赖缠着我弟要结婚。”我直接甩出周怀和秦年接吻照片，直接问他姐：“看来你不会管老公亲别的女人。”周妈脸色一变：“哎呀，这男人哪有不偷腥的？”我回去骂他：“你们两个人各退一步，就不要离婚了。”阿姨，看来你家有男人偷腥就原谅他的传统，我家可没有。我做了什么错事要退一步？因为我没有第一时间原谅你儿子做错了。如果你们今天过来是来指责我的话，请滚出去！周妈猛地站起来，指着我鼻子：“亲家，你们女儿实在太没教养，成了二婚，我看谁还愿意娶她？”我妈淡淡回应：“我们怎么管教孩子跟你们无关，起码我们不会拖家带口上门骂人。”他姐气地站起来，拉着他妈就走。小程，回家。小程是周怀侄子，没有动静。我去屋里一看，傻眼了，这还是我的房间，床上的被子枕头全部被拖拽到地上，甚至上面还有黄色的不明液体，墙上满是用口红画出来的印记。周怀他侄子正趴在我的梳妆台上，瓶瓶罐罐全部掉落在地上的被褥上，还有好多盖子都被他拧开了。我顿时火冒三丈，压抑着怒火让他下来。他白了我一眼，张口就骂：“小贱人，凭什么命令我？小贱人去死！”这是3岁多小孩说出来的话。至于周怀他姐他妈，正站在房门口得意地冲我笑呢，仿佛他们家小孩做得很对。我脑袋里那根弦断了，冲到他面前，一把拎下来，准备拽到他妈那。他对我又打又咬，疯狂反抗，疼得我一松手，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啪一声响，我感觉我的半边脸都麻了。我还没来得及反抗，周怀他妈狠狠把我推倒：“你这个小贱人，谁允许你打我外孙的？看我不好好教训你！”周怀他姐薅着我头发往地上按，他儿子踹了我肚子几脚，意外就发生在一瞬间，我爸拉都拉不开，我只觉得肚子一阵一阵的疼，有股热流顺着腿根流下来。我妈急得眼泪狂掉，失去意识之前，我让她报了警。周怀他妈他姐看情况不对，慌忙带着儿子跑了，我被紧急送医，孩子没了。醒来时，周怀坐在我的病床旁边，紧紧握着我的手，胡子拉碴，面容散着一股不正常的潮红。看到我睁眼，他满脸惊喜：“你醒了。”我猛地拉回我的手：“对不起，我替我妈和我姐跟你说对不起，他们不知道你怀孕了。你不要伤心，以后我们还会有孩子。你做梦呢？你以为发生了这些事，我们还能有孩子？”周怀捂着脸，面露沉痛：“我错了，小雅，我们不离婚，我会好好补偿你。我已经把齐年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了，我妈我姐我也骂了他们，你原谅我们好不好？”我背过他，眼泪不知不觉又流出来。我发誓，这是最后一次为我当初的眼瞎哭，为我死去的爱情哭。我哑着嗓音让他滚，他压了压被角，留下最后一句：“好，你好好休息。”
我现在发烧了，接触你也不好，怕传染给你。等我好了再来看你。他走了以后，我将他拉出黑名单，把当初秦年发给我的消息和照片录屏发给了他。这不是你心甘情愿被传染的吗？又拉回黑名单，我才不要看他的回复。他不是觉得秦年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好姑娘吗？我就让他看清楚，他是不是如他所想的那样天真。他妈他姐以为一句轻飘飘的道歉就能了事，我直接报警。他们殴打我，导致我流产，还破坏我家财物。至于周怀和小三，我要让他们公司所有人都认清这对狗男女的真面目。周怀他妈和他姐2个人当天买票躲回老家了，又被抓了回来。2天后出院时，周怀再次出现，明显收拾了一下自己，又像以前那样人模狗样了。他殷勤地喊我爸妈，主动提东西。我爸全程冷脸，别喊我爸，我承受不起。爸妈，我对不起小雅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真的不想失去她。我让爸妈先回去，他们一走，周怀又凑上来道歉。我嗤笑道：有意思吗？你能不能别像狗一样纠缠我？你来找我不就是你妈你姐被抓进去了？不是的，小雅，是我发现心里爱的一直是你。我也不知道前段时间怎么了，鬼迷心窍一样。你觉得我哪里不好，我都改掉，好不好？你能不能别不要我？你不管你妈你姐了。他头一低，声音越来越小，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谅解他们？他们去你家是想劝你别和我离婚的，不可能。他们骂我的时候不是挺得意，打我的时候也下了狠手。既然做错事，就要付出代价，不欢而散。在警局，警察给了我们空间，让我们先调解一下。周怀和他妈他姐坐在那里，才关了几天，2人面如土色。他妈想道德绑架我，还挤了几滴眼泪出来。儿媳妇，我好歹是你的长辈，你把婆婆送进大牢，这是说出去是要被别人骂的。他姐也劝我，你谅解我和我妈吧，都是亲戚，没必要闹得这么难看。我跟周怀离婚了，你们对我来说就是陌生人。看我态度坚决，周妈哭喊起来，我一把年纪了，还要进去坐牢，造了什么孽呀？周怀站在旁边一声不吭，不管他们说什么，我就是打定主意不谅解。看我像是来真的，2人开始害怕，最后才向我鞠躬道歉，对不起，儿媳妇。那天我是想劝你们小2口不要离婚，以后我再也不插手你们这事。你跟警察说说，这就是普通的意外。弟，你快劝一劝啊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才不会去他家找他。他姐着急道。周怀这次没站在他们那边，冲他们吼道：我让你们去找他是劝和的，不是让你们去骂他打他的。2人被吓懵了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周怀转头又殷切地看我：小雅，你才是我最重要的人，他们做错事是应该得到报应。我心里冷笑，以前他妈他姐欺负我的时候，他明明眼瞎了一样视若无睹，现在又是另一个态度，虚伪至极。你们放心，也就坐2年牢就出来了，起码吃穿不愁。我丢下最后一句，仍然坚持拒绝谅解。调解失败，自然就是立案。后来周怀每天都会到我家楼下，却不敢敲门，只是远远地盯着我屋的窗户。我都知道，不想搭理。我把周怀发给我的深情告白和求我和好的卑微模样发给秦年看，秦年直接炸了，微信上毫无顾忌地对我破口大骂，甚至还把周怀和他开房的记录及2人的床照发给我看，我一一保存。他急眼了，后面才更有趣，不是吗？我的日子一天天回到正轨。流产以后，我被爸妈勒令躺床上养身体，他们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饭，
要么就陪我聊天看电视，心情好会让整个人都活过来。我开始着手整治渣男贱女的计划。我花钱找了一个保密性很高的私家侦探，跟踪周怀和秦年。秦年上次经我的一刺激，彻底搬到周怀房子里住了。周怀象征性拒绝了几次，后来默认了，恶心。不过两人同居过得并不好，因为周怀姐姐的儿子也在周怀家里，也是他妈和他姐因故意伤害罪进去了。他姐夫直接把孩子扔给他，还说都是因为他孩子妈才坐牢的，说什么也不肯管孩子。他侄子不仅把周怀的房子搞得一团乱，还经常对秦年颐指气使，把他当保姆使唤。才短短1个月，秦年主动分手，并且无缝对接了公司里老板的儿子。离婚冷静期结束后，我迫不及待联系周怀民政局见。时隔20天，他瘦得挺快。他一边工作，一边照顾嫌犯的小孩，不瘦才怪。此刻看到我容光焕发，他的眼睛一亮，竟然跪下来卑微地祈求我做最后一次挣扎。小雅，我们相爱了7年，我发誓，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。我让秦年离职了，我和他不会再有任何瓜葛。我求你不要离婚，好吗？我默然道。半年前，我痛苦的整夜睡不着。你问我了吗？哦，你那时候夜里发脾气，嫌我翻身，打扰你睡觉了。我给过你选择，让你删掉秦年联系方式。你当时是什么反应？宁愿离婚，也不愿意删除他的联系方式。我怀孕去医院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你在陪小三去医院看病。现在跟我说后悔，不好意思，晚了。周怀惶然地看着我，声音带了一丝颤抖。我那时候昏了头了。我们认识得太久，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平淡。秦年突然出现，我错误地以为自己不喜欢你了。但我现在知道，你是我心里独一无二的存在。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。迟来的深情比草贱，没有人会在原地一直等着。够了，别再为自己的渣找借口了。承认自己在婚姻里移情别恋那么难吗？就算没有秦年，还会有其他女人。你要死就远一点，我嫌恶心。被小三甩了，才想起我这个原配，可笑。周怀听到这话，像是一下子被抽走了精气神，他不再言语。我俩顺利地领了离婚证。这1个月对我来说，竟有种恍如隔世的不真实感。我和周怀2个方向，他还停在原地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。从前都是他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追着。这一次换他看我的背影，尝我的滋味。虽然和周怀离婚了，但是我依然请侦探追踪周怀和秦年的现状。有一次，我竟然在红绿灯撞到2人争吵。周怀一只手牵着扭来扭去的侄子，另一只手抓住秦年的手腕不放，眉头皱得死死的，压制着怒气。秦年，我的家庭是因为你才散的。你不仅无缝对接其他人，还要把我赶出公司。秦年有点心虚，但很快又恢复嚣张的神情，理直气壮地指着周怀的侄子嘲讽道：我承认我当初眼瞎才看上你这个窝囊废，我给过你机会，但你竟然任由这个熊孩子指挥我。这是我姐家的孩子，你照顾他怎么了？幸好把你踹了，我才不像你前妻一样傻，因为喜欢你就伺候你一家老小，做梦了你。熊孩子一听，当即把手里的蛋糕全部抹在秦年裙子上。秦年气得跳脚，二话不说甩了周怀侄子一巴掌。既然你没爹妈教育，我替他们教育。我忍你很久了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甚至不少人窃窃私语。周怀脸顿时涨得通红，拳头攥得紧紧的。秦年看到后笑出了声：
你不会想打我吧？你这个恶毒女人！我被公司辞退是不是你干的？对呀，是我让张伟做的。怎么了？既然咱俩分道扬镳，你就应该自己从张伟他爸的公司滚蛋。周怀再也控制不住怒气，一巴掌甩到秦年脸上，鼻血都飙飞了出来。贱女人，都是因为你，小雅才离开我的，就是你勾引我，现在还让公司辞退我。秦年也不甘示弱，反手一巴掌甩回去，两人抱作一团。但男人的力气比女人大很多，最终秦年被按倒在路边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还是有人报了警，两人才被拉开。我看的只觉得大快人心，活该。说起来，秦年之所以非让她男朋友把周怀赶出公司，那还是我让人给他发消息。他给人当三，不是一次两次了。上大学的时候就被人包养，侦探把搜集来的他和各种有妇之夫的床照、亲密照一起打包发给了他。他慌了，毕竟他和富二代男友可快要订婚了呢，所以迫不及待地把周怀赶走，生怕自己刚破坏完一个家庭又无缝对接的事被周怀曝光出来。这次两人进去后达成和解，周怀同意不爆料，秦年同意谅解周怀殴打他，那怎么能行？不得不说，秦年还是有两把刷子的。半年不到就哄得富二代要和他结婚。在秦年和富二代男友的订婚宴上，屏幕上不是他俩拍的甜蜜合照，而是秦年和7、8个男人的亲密照，以及秦年和那几个有妇之夫的聊骚记录。他未婚夫的爸，也就是公司老板，当场宣布订婚取消，不可能让道德败坏的女人进家门。出来混总是要还的。秦年隔天就被轰出公司。侦探拍的视频里，他在公司门口跪求张伟原谅他，说他那时候太年轻了，不懂事。张伟一脚把他踹飞，还骂他骚货。周怀自从被上一家公司辞退，眼高手低，没找到新的公司。后来张伟对秦年的事怀恨在心，让他爸在同行业圈里打招呼，暗讽周怀道德败坏。周怀后来更找不到工作了，一直在家伺候他侄子。结果他侄子确实够熊，不仅在家里偷偷玩火，把房子点着了，还不小心烧了隔壁。邻居直接把周怀告上法庭，当庭宣布周怀赔偿全部损失。可是他没工作，也没什么存款，只有一套房子，那只能卖房子。风水轮流转啊！周怀再次找到我，跪求我复合，说他后悔了，还说他已经把侄子强行送到姐夫家那边了，以后他绝对不会再背叛我，还愿意签婚前协议，如果再背叛我，就净身出户。可惜我不傻，他现在过得跟狗一样，才认识到我的好了。男人不让他经历一次真正的失败和痛苦，他才不会后悔。我连话都没跟他讲，转身就走。我嫌晦气。1年后，我收到了一封信：对不起，我爱你，落笔周怀。我表面平静，内心不屑，这是什么脏东西，扔掉。周怀番外：陈雅和我提出离婚的那一刻，我承认我内心深处有一丝对离婚的期待。也许是因为秦年，她很年轻，也很活泼，就像大学时期的陈雅，那个总是追在我身后，给我送花送礼物的少女。她可能不懂得怎么追男生，竟然用男生追女生的方式来追我。那是我第一次收到鲜花。她话特别多，总是笨拙地找各种话题和我聊天。但那时候的我心里其实特别喜欢听她讲话。但婚后，她的话越来越少，变化越来越大。慢慢的，我不想再回家看她那张平静的脸。她在医院外面发火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和我结婚后，她心里有那么多的苦。
我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深深爱着他的呢？大概是他离开后的每一天里，不再有人在家等着我，给我做丰盛的饭菜的时候吧。即使我不愿意承认，但秦年和我同居后，我才真的意识到我瞎得彻彻底底，丢了西瓜，捡了芝麻。只有爱我的陈雅，才是不求回报对我最好的人。就连我的亲妈亲姐眼里都只有自己，自私自私。如果他们不欺负陈雅，我和他一定不会走到这个地步。老婆没了，房子也没了，我心里的悔恨越积越深。我没忍住再次找他，可他连一句话都不愿和我说。冬天的街道上很冷，肚子也饿得生疼，外面的饭真的很难吃。我嚼着嚼着，眼泪下来了。我亲手毁了曾经最爱我的女人，亲手做没了我最幸福的家。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那封信是我最后的真心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